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如果你是小尺寸平板电脑的忠实粉丝，那么今年肯定会是你最开心的一年。断更3年的 iPad mini 系列终于回归了。是的 ，iPad mini 7它来了。作为苹果阵营里尺寸最小的 iPad， 从2012年首次登场以来，除了前4代保持1年1更的时间外，后续的几代更新间隔都一直飘荡不定。比如 iPad mini 4到 mini 5间隔了4年，而 iPad mini 5到 mini 6又只间隔了2年，到了 iPad mini 7又变成3年。看起来就相当的随缘。根据最新曝光的信息 ，iPad mini 7将会在11月1日与新一代 MacBook、AirTag 等新品一起发布。那么问题来了，3年的等待到底值不值呢？从第一代开始 ，iPad mini 的产品定位就一直在反复横跳，既有搭载最新型号处理器的版本，又有处理器都不升级的 iPad mini 3。可以说，直到 iPad mini 5之后，苹果才终于给 iPad mini 系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更小但更强的 iPad 标准版，以 iPad mini 6和 iPad 10为例，前者是2021年发布，却搭载了当年的旗舰 A15 处理器和抗反射涂层，后者虽然晚了1年上市，但是用的却是低一档的 A14 处理器。此外 ，iPad mini 6的显示屏也比 iPad 10要好一些，拥有更高的色域和亮度。更有意思的是 ，iPad mini 6发布时，同期在售的 iPad Air 因为没有更新，用的还是 A14 处理器，让 iPad mini 6突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 iPad。即使发售时的售价从349涨到了499美元，仍然是当时小尺寸平板电脑品类里的最佳选择。而在3年后 ，iPad mini 7能否接棒成为新一代最佳性价比 iPad 呢？答案是很难。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 ，iPad mini 7主要是升级了处理器，预计将从 A15 直接升级到 A18， 以便为用户提供最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好了，这就是你需要理解的 iPad mini 7的所有升级。虽然是开玩笑，不过 iPad mini 7目前曝光的信息里 ，A18 处理器确实是最大也最主要的升级，其余方面的升级大多都与处理器的变更有关，而非苹果单独更新的某个硬件。当然，对于 iPad mini 6发布时被大家吐槽的果冻屏问题，苹果也做了不少的优化，将会通过旋转屏幕组件的安装方向，减少纵向垂直滚动时的显示延迟问题。据说是不用再担心果冻屏了，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屏幕信息透露了。预计尺寸依然为 8.3 英寸。屏幕边框厚度等参数基本不变。此外，前置摄像头的位置会从短边挪到长边，与其余3款 iPad 保持一致。在横向使用时，前置摄像头不会再位于奇怪的地方。配合 A18 带来的多项视频通话优化功能 ，iPad mini 7的视频通话体验有望得到显著提升。以上这些差不多就是 iPad mini 7的主要升级点了，还有诸如增加 Apple Pencil Pro 的支持 WiFi 6E 等，基本是意料之中的功能升级。并没有太多值得说到的地方，反而是不支持 WiFi 7让人有点无语。有信息透露称美国售价仍为499美元，唯一的疑问是，初始版本还会是 64GB 吗？毕竟都2024年了 ，64GB 的存储对于国内用户来说是真的不够用，而 256GB 版本的价格则是直接冲到了649美元。实话说，这就有点贵了。如果 iPad mini 7保持目前的存储规格和售价，那么其竞争力其实并不算高。如果不是非要小尺寸平板的话 ，iPad Air 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其不仅有着更高性能的 M2 芯片和更好的屏幕，而且满足多数人需求的 128GB 版本也只要599美元。不过，考虑到 iPad mini 时隔3年才更新 ，Jeffrey 认为其初始版本升级到 128GB 的概率并不小。如果还是维持原售价，那么 iPad mini 7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毕竟对于没有大屏和高性能需求的朋友来说，搭载 M 系列处理器的 iPad Air 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的必要。单纯从日常手持刷剧、打游戏的角度来说 ，iPad mini 7仍然是苹果用户们最好的选择之一。特别是升级 A18 处理器后，其性能释放基本上可以通吃目前市面上的所有手游，甚至支持部分3A 单机游戏的运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iPad mini 7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你并不需要一款小尺寸平板，那么 iPad Air 5对于多数人来说会是更好的选择。M1 芯片加上与 iPad Pro 相似的屏占比，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现如今，大多数主流品牌的产品都在往更大尺寸发展，比如小米的14英寸平板。我知道这个尺寸有点极端，但是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尺寸都在11到13之间，对于个人来说远称不上便携。而 iPad mini 7确实是可以放进口袋里随身携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便携 PC 设备。iPad mini 7拯救者 Y700 第3代，以及可能存在的小米小尺寸平板电脑。今年的平板电脑市场与往年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10到13英寸的平板电脑仍然是销售主力，但是也能看到8英寸等小规格的产品型号逐渐增加。实际上，从市场销量来看，小尺寸平板的销量其实要明显高于14英寸等超大尺寸的平板。
毕竟前者并没有太多的替代产品可选，而后者直接竞争对手却是笔记本电脑。随着最近2年轻薄本的大降价，同样的预算就足以买到一款性能不错的主流品牌产品。在新一代处理器的加持下，其实机续航并不会比平板电脑差多少，而 Windows 系统在处理工作等方面的优势，应该不用多说了吧。在超大尺寸平板上碰壁的厂商，不少都将扩张的方向调整到了小尺寸平板市场。就当下来说，安卓平板电脑市场唯一的小尺寸平板就只有联想的拯救者系列，单平台超过10万的销量，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眼红。不过也很难说小尺寸平板电脑会就此复苏，与主流尺寸相比，不管是销量还是型号都有着明显的差距，仍然是一个小众的需求。而且在 iPad mini 7发布后，这部分用户大概率会转投 iPad 阵营，很难说现在入场会是个好时机。毕竟联想拯救者 Y700 发布第1代时，恰逢 iPad mini 系列停更，这也让整个平板电脑市场几乎没有与其竞争的对手。但是在 iPad mini 7发布后，并不大的价差或许并不足以让用户下定决心转投安卓阵营。预计在接下来的2年里， iPad mini 7将会长期占据小尺寸平板电脑的销冠位置，一如当年的 iPad mini 6一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看好新 iPad mini 的销量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